我再讲一次，就是我第一次上录影或者是录音这种节目是主持人比我还要紧张。我每一次上去都是我自己紧张的半死，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然后主持人说relax，come on， 就是没有问题。然后第一次那个主持人比较没有经验，host 比我紧张，没有，那是你认识我太久了，你知道我紧张的样子是什么，对不对？不然没有人会。真的吗？对啊。所以你录其他集都没有紧张？我都紧张啊。你都紧张？但其他人不会这么明显知道说我很紧张。你觉得我很紧张啊？你感觉出来？对啊。你平常不是这样，平常就我平常是怎样？平常就是很就是这样，这样傻不隆咚的，就都 OK， 这样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你 watch your words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容，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大来宾，他现在就坐在我旁边，我们欢迎曾宇谦。Hello， 大家好。Hello， 易容。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然后第一次这么震惊的这样聊天。这样聊天吗？所以来考你，我们到底认识多久？应该我记得可能我们11、12岁的那时候就对，差不多。是什么场合？什么场合我不是很记得很清楚，但是可能是台湾的某个比赛吗？还是什么？对，是什么 Laka Brown 的大师班？哦，其实那是我们第一次真的认识。好像那时候才10岁、11岁嘛。那时候好像才10岁、11岁。可是我对你印象，我开始认识你是在台弦的时候。哦，台弦。对，是哪一次？就是你比第一名那一次。你比第一名，然后我比第二名。然后其实跟宇谦同一届很痛苦，因为呢，只要跟他一起比的比赛都比不过你这样。没有。对，很辛苦。没有，反正就是对啊，那时候就认识，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有10几年了。怎么样？很腻了吗？还好，因为也其实没有很长久，没有。但是就是好像我们每次都会可能隔一阵子遇到，然后我们都是有不同的场合进展或者是经历啊什么的，就是这些都。只是你是这样，然后我是这样。没有，我觉得每个人没有，我觉得你也就是发展的很好。你不用硬讲没关系。没有，这陈老师都会跟我说。哦，谢谢。对 ，Anyway， 那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去 Summit 对不对？对，2008年。然后我们就两个小矮人，就放一张照片。对，然后就好像就去听音乐会啊，然后在 cafeteria， 然后永远都是这样两个人这样一组这样，然后那时候好几个认识那外国。对，都很高。对。然后我们两个是最矮的。对，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啦，那个经历蛮好玩的。然后每次我回来，我就说，好像都会问说。以前我不太知道那个大师讲了什么，然后你都好像说他讲了什么，因为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没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宇谦在去年几月的时候进入当兵的时期。去年10月底的时候进成功岭，然后大概2个礼拜的训练之后，就后来我到国台交那边当替代役，然后一直到4月底退伍，所以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当兵都在做什么？当兵嘛，其实可能是因为替代役的关系，所以就是在国台交嘛，所以就拉琴，然后你还可以练琴，然后有会跟那个团员老师们一起，我们有时候会一起排练，然后会有几次一起演出这样子。当然我就坐在 TT 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拉琴，所以其实还蛮好，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以前在 Curtis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经验。那后来 Curtis 毕业之后就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一直到最近当兵。据我所知，你在6月的时候演了一场音乐会，就是在当完兵之后。对。那是你当完兵之后第一场。对。How did you feel? Feel so weird. 就是突然不知道怎么拉琴了吗？突然你会觉得哇，台下居然有这么多人。你是在当兵都没看到人哦？当兵的时候没有人啊，当兵的时候你每天就是在房间，不然就是在练琴，不然就是可能跟大家一起练团，但是大部分时间真的都是比较少人。OK。然后当然
就周末可以放假回家，但是其实也不太会去很多的地方。然后因为那时候也刚头发整个剃光嘛，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就是出去见人，所以你当时真的头发剃光了？对啊，进城内2个礼拜就是剃光头，然后你有照下来吗？可以公布吗？我再考虑一下。我差点要 Q， 好，没关系。大概隔了有2个月的时间，就是都真的很短，然后大概可能到12月、1月那时候，我才慢慢有去听音乐会或者出门。就其他时间就真的都比较常在家，不然就戴顶帽子去吃饭这样。对。所以再次上台的感觉，再次上台就是觉得哇，终于，我觉得很激动，但是又有一点怯场的感觉。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哇这么多人，然后。当然是很开心，但是又觉得有一点小小的紧张。然后平时都不会紧张，平时也是会紧张，但是就是那个紧张的 level 不太一样。OK， 对。你大概从比完 Tchaikovsky 你就真的很多人开始很关注你啊，在之前也很多人关注你啦。那因为我自己是跟宇谦一起长大的，他都没有关注我。我哪有啊？我在你比 Tchaikovsky 的时候，我还。就是你在 check 珍珠奶茶来了吗？不是因为我怕他打电话。被你订了3杯珍珠奶茶，然后打断我们录音，How dare you？ 不是你说你说你要喝，我问你说你要喝什么？他说他不然喝真奶啊。好，我们看10分钟前，1、2、3、1、2、3，哈哈哈哈哈。好，你们要不要订一个什么东西喝啊？那Benny 在这一路上学乐这一路上，有没有哪一段旅程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辛苦的？我觉得还是刚去美国的前几年那段时间，因为不管是在语言上，还是刚到一个新的环境，还是经济上的部分，就是各方面就是不是那么的确定，而且因为有很多人的support， 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说到底自己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位置，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是分2边，对啊，各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最不确定而且比较辛苦的一段时间，对。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是很甘甜的吗？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不能说是甘甜，但是应该说是一个过程，就回头走过说发现自己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路。那有时候我会收到可能一些家长或者是一些同学问我的一些问题，说那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希望可以出国或者什么。那其实我自己这样走过来，其实会觉得说不会很建议，或者是说不能够把我当一个好像就是榜样，因为其实以前的这个路，我觉得真的很辛苦，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是比较表面的部分，可能我这演出啊、比赛得奖什么的，但其实很多事情可能就是真的只有我们自己家人或者是比较好的几位老师朋友才比较知道。那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家长会问我说，他小孩子想要去出国，然后他们可能全家想要移民，或者是说想要分2边。对，我觉得其实都是需要再三思考，然后要判断是否下一个情况真的允许，然后知道接下来付出的那些代价，或是刚出国那几年，我记得我也是蛮辛苦的。对，就不是很容易，因为到一个新环境嘛，然后对，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每个要出国的小孩，然后送小孩子出国的家庭来说，要知道一个新的环境能不能够适应，然后是不是真的能够朝他自己的梦想去前进，这个都是有很多的变数，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路当然都，我觉得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当你知道你自己很喜欢，不管是小提琴、钢琴，其他的不是乐器也可以，就是当你知道你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之后，你因为为它就是付出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Benny 这一路上比了很多赛，对吧？大概有几个你记得吗？记不太得，但是应该有十来个，应该有。那你觉得比赛是成名的捷径吗？我觉得比赛就是
不能说是成名的捷径，但是我们会因为比赛的关系，所以更认真的去练习这些曲子，然后从中就会进步。那比赛的得名，或者是后面的可能一些 engagement 或者是 contract，那些都是额外的东西。那我觉得大的比赛会让你有一些比较好的 exposure，你会被一些经纪公司或一些指挥看到，那你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后面的这些 concert， 你是不是能够有好的表现，然后去把握到这些机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很长远的角度来看，比赛绝对不是必要的。是，但是如果说你以这个一个年轻的音乐家来讲，确实比赛可以提供一定的曝光率，然后让比较容易被看见这样子。特别是现在这么网络发达的时代，几乎每一个比赛都会有线上的转播。对，所以其实你只要是准备够好的，其实都很容易被看见。那我想问你，有没有哪一个比赛你在比的过程是哇，就是很兴奋这样子，迫不及待要上台吧？还是有哪个比赛是你特别紧张到要尿裤子？我比较小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没有什么，就上去拉，然后就拉完下来，有得奖就很高兴，没得奖就不会怎么样。以前都是得失心蛮少的。那到后来可能慢慢的比赛的规模比较大，然后可能开始会觉得说，我想要拿到好的名次。我觉得要跟大家说，就是要完全没有得失心是不可能的。对。但就是尽量把这个比赛的过程或者上台的这个部分当成是一个演出，然后尽量把那些裁判当成是一般的听众。讲起来好像很容易的，但是真的你要去这样想象，其实是会有一定难度。但是只是说这样的方式会让你在比赛的时候的表现会比较不会失常，可能比较自然的表现。然后我自己也是慢慢后来这样调整。对。对于比赛这件事情啊，宇谦其实改观了我一个迷思。就是我以前跟他比赛的时候，都是他拿第1名嘛，然后我可能就是第2，不然就是很后面这样子。然后印象很深就是台旋那一次比赛，你可能没有印象了，但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想说，这是谁？郑宇谦，他1号，你是1号，然后我是2号，然后我小时候的迷思就是签王不太可能会得第1名，然后结果他拿1号，就是他第1，然后我是2号，然后我第2。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所以我们那次比赛有多少？有总共有几号？你记得？好像有10几号，对，因为他是决赛，对，然后你好像就在我前面，对，因为我2号嘛。好像你一拉完，就很多人说，这小孩子拉很不错这样子。然后我2号上去说，签王，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迷思就是签王好像很容易失误还是什么的。好没有想法，算了。我自己比賽是中间的签也有抽过，后面的也有抽过，但普遍会觉得后面可能会更好一点点。因为你说裁判听这么多，对，听到后面一定，如果后面拉得很好，一定是印象是越深刻的。对啦，那前面会比较可能很容易就会模糊掉，特别是他们可能要听个3-5天，对，没错，一个 round 就要听好几天，所以我觉得确实应该这个道理应该还是成立的。他意思就是说他那时候拿签王还是可以拿第1名，代表他很厉害，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啊。I got it， 对不对？你刚才讲的那个理论，不是我讲那个理论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裁判在听的时候应该还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一次应该是因为可能假设裁判可能就1天就已经听完，对，1天听完所有的所以就是他可能也不会有那种隔1天什么印象，他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就是还是印象都很深刻的意思。因为那毕竟是我们在台湾比的比赛，对，所以我觉得跟我们说的那个 theory 有点不太一样。OK， 好，跟那个有什么关系？不要听他乱讲，我绝对没有那样说。OK， 好，拜。对，那所以你是怎样打开琴就直接拉
24 Paganini's 吗？还是没有，我都会先练一点音阶 ？OK， 然后可能 depends， 可能有时候再练一点吧，有时候可能就拉Paganini。Paganini Caprice。对啊，是啊。对，然后以前可能是 Kreutzer 什么 Road 这些对之类的。对。老实说，我以前有听宇谦练过琴，然后其实很挫折，因为你说在我家，对，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才刚睡醒还是怎样，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已经开始练音阶了。你的确是从音阶开始，可是最让我挫折的是，你练完音阶后就马上Paganini 1，你就练，你就拉过一遍。那时候我在吃早餐，然后Paganini 1大概只有3分钟嘛，然后我可能刚刚吃完蛋而已，然后你就Paganini 2，对，然后你就，然后Paganini 2也很短嘛，然后我可能在吃培根吧 ，I don't know， 然后呢就接着Paganini 3，真的啊，我有一次练有，我记得你练到好像6还是哪里的？真假的？可能不同天啦，应该是不同天。没有，是一天 ，maybe 可能时间久了，我有点夸大 ，I don't remember，但是我记得你是Paganini 一首接一首这样往下拉，对，然后我心里想说，选错路了，没有，所以就是一样嘛，就是音阶啊，拉，OK， 我没有说谎哦，真的，对，所以到最后那一班飞机是隔天的早上5、6点才从泰国还是菲律宾飞出来。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我到底白跑了，到底为了什么？然后累得半死，让汗流浃背的，看起来很像，不会啊，很有画面啊。我怎么会想不起来那个音？然后好，我就只能又故作镇定的，就是继续拉，当做好像就是这样子。这个曲子本来就是 very long， 然后就继续拉，又从第3页这样一直拉到那个又拉到那个点了。然后重点是我到那时候我还是没有想起来那到底是什么音结果我又再绕了一次。那时候在舞台上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懂得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那种感觉。Hello， 大家好，我是易容，欢迎你干嘛？我不是应该要看你吗？你不用看我。好，我不要看。没有，你可以。我是很自然的，就是想说，看一下。可以，你可以看我，但是对啊，反正我会介绍你啦。好，反正就很简短的开始。对，我们就自然，你就自然嘛，就是聊天，他就是聊天。你一直很不自然。